宝宝出生时几斤几两，暗示智商的高低。医生，最佳标准在这里。赵女士和老公结婚3年了，刚开始结婚的时候，两个人就决定等工作完全稳定下来，并且有了一定的经济条件再要孩子。现在两个人的生活过得不错，也已经怀孕了，马上孩子就出生了。为了后期方便照顾母子俩，赵女士的婆婆就来到了夫妻俩的住处。赵女士的婆婆一直都在祈祷着孩子出生之后能够沉一点，因为在她的认知中，孩子重一点才能健康，而且还会聪明。但是赵女士却不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理论，孩子的智商还有孩子的健康不是单纯的与体重有关。那么，关于孩子的体重与智商是否有关系呢？其实孩子出生之后也有最佳的体重标准，太轻或者是太重都不一定是好事。宝宝出生体重与这些因素有关。在中国传统的观念当中，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就应该是胖乎乎的，这样代表着健康。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，对生一个胖娃娃有着绝对的执念。但是从科学的育儿角度来说，孩子体重过重并不一定是好事，对孩子和大人来说可能都存在一定的风险。如果孩子的体重相对较高，那么很有可能是怀孕的女性患有妊娠糖尿病，又或者是孩子的体重太高了，器官发育的并不是很好，在出生之后可能伴随着呼吸困难和头皮血肿等问题。所以关于孩子的体重方面还是需要理性看待。那么关于孩子在出生之后体重会与哪些因素有关呢？孩子的性别，从现有的数据显示，通常情况下，男孩子出生之后体重会偏重一些，女孩子的体重会偏轻一些。还和胎龄有关。什么是胎龄？其实就是指在母亲宫内的时间，如果时间越短，那么体重可能就会越轻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早产儿。通常情况下，怀孕35到39周时，胎儿的体重会根据孕妇的体重增长而有所增长，而过了39周之后，体重缓慢增长，而等到42周之后，可能孩子的体重不增反降。再次与孕妇有一定的关系。与孕妇的关系其实主要有3点，第一点是出产年龄，也就是说孩子的体重会受到妈妈年龄的影响，体重会随着妈妈的年龄增加而有所增加，而等到过了31岁之后，可能孩子的体重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有所减少，这与孕妇的自身状况有一定的关系。第二点就是在怀孕期间孕妇所补充的营养，通常情况下在怀孕期间有一些忌口，但是也会建议孕妇一定要多补充营养，这样才能够让孩子更加的健康。但是也有不少孕妇在怀孕期间身体的反应比较重，会出现挑食和偏食等情况，甚至是为了保持自己的身材选择减肥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导致孕妇在怀孕期间营养不良，影响到了孩子的生长发育，严重情况下是容易造成胎儿发育迟缓的，所以体重就会偏轻。如果在怀孕期间孕妇照常饮食，甚至是有大补的情况，也有可能导致营养过剩，孩子的吸收过好，出生之后体重就会重很多，而这种情况也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。其实还是提倡孕妇在怀孕期间正常的补充营养，不要让孩子营养不良，也不要营养过剩。第3点则是与运动有一定的关系。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完全没有运动，那么吃进去的东西除了营养的吸收之外，还有很多的热量堆积，热量会转化为脂肪，而孩子同时也会受到这样的影响。反之，如果在怀孕期间有一定的运动量，不会干扰到孩子的正常睡眠周期，那么出生的体重可能相对较为正常。当然，如果运动量过大的话，孩子在腹中受到了一定的干扰，那么体重就有可能降低，因为扰乱了正常的睡眠周期。最后就是与怀的是几胞胎有关，通常情况下，如果怀孕是1胎的话，那么孩子的体重可能就是正常的。可是如果怀的是多胞胎，那么可能就比单胞胎要轻一些。以上就是与孩子体重有关系的一些因素。那么通常情况下，孩子在出生之后最佳的体重标准是多少呢？孩子的体重真的与智力有一定的关系吗？2. 最佳体重标准在这里。
其实有研究数据表明，孩子的体重确实是与智力有一定的关系。是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长达10年左右的研究，最终的研究结果表明，孩子的体重与智力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关系。如果孩子在出生之后的体重在5到7斤之间，相对较为正常，智力的水平也很正常。但是，一旦超重超过7斤之后，那么孩子的智力发育水平可能就不太好了。当然，这种研究结论也并不是绝对的。因为关于孩子的智力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培养有所改变的。如果孩子出生之后体重相对比较低，那么也可以通过后天让孩子的体重变得更高，同时有健康的身体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如果孩子在出生之后体重相对较轻，那么日常的护理一定要多注意，尤其是孕妇在怀孕期间一定要注重营养摄入。均衡饮食有安排，才能够让大人和孩子都是健康的。要注意尽量不要在怀孕期间吃太多油腻的食物，这会导致热量的堆积，造成脂肪摄入过多。这不仅仅会造成孕妇的体重迅速增加，也有可能导致孩子的体重超标，在生孩子的时候会比较困难。孩子出生之后，智力和身体健康都有可能受到影响。其实除了与体重有关之外，关于智力也与以下这些因素有影响，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对孩子的智力进行培养。3. 宝宝的智力会受这些因素的影响。首先，关于孩子的智力肯定是会受到遗传的因素影响。我们总是说父母的智商高低也就决定了孩子的智商高低，其实确实存在一定的遗传性。通常情况下，如果孩子是女孩儿的话，他的 X 染色体是来自于爸爸和妈妈，也就是说智力的高低各占爸妈的一半。如果出生的是男孩子，那么有一条 X 染色体是来自于妈妈。通常情况下，男孩之后的智商大多数都是取决于妈妈，当然后天的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。其次就是关于环境的影响，环境的影响对孩子的智力也是有着决定性作用的。因为如果生活环境比较差的话，不仅仅会对健康产生威胁，对智力发育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。比如长期生活在有污染的环境中，又没有注意饮食健康，那么孩子的大脑发育将会受到影响，从而影响到智力。除了这种环境之外，也与所生活的环境有一定的关系。如果孩子是出生在一个有爱的家庭中，同时父母对孩子的照顾也非常细心，那么也会影响到孩子的智力。比如在孩子出生之后是需要父母进行照顾的，有时候还需要父母的回应。因为孩子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处于比较害怕的状态，也会非常的紧张，这种紧张感可能持续几周或者是几个月，这时就需要及时得到父母的关爱，才能让孩子的身体健康发展得更好，也能够有利于智力的培养。很多家长都认为孩子刚刚出生，什么事情也都听不明白，对于一些行为也理解不了，所以就不会给予孩子任何的回应。其实这样做是错的，有时候应该多和孩子聊天，通过温和的方式传递自己的爱，并且能够给予孩子激励，经常性的抚摸，这些都是有利于孩子未来发展。最后就是关于孩子在出生之后的喂养问题。在女性怀孕期间，如果营养能够正常补充，那么孩子生长发育可能没有问题。但是营养一旦缺乏，可能就会影响到宝宝的智力发展。不仅是在怀孕期间出生之后，同样也是如此的。如果在出生之后没有一个好的喂养的话，那么孩子的身体发育和智力发育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，可能会导致孩子注意力不集中、记忆力不好等等。所以建议父母对孩子的喂养方面一定要多上心。在不同的年龄可吃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，保证其营养均衡是保证身体健康，同时也是保证智力发育。总结，关于孩子体重与智力的关系其实是很好理解的，孩子处在正常标准的体重中，那么智力的水平就是正常的。一旦出现了体重过轻或者是体重过重，都会对孩子的健康和大脑发育产生一定的影响。所以在怀孕期间尽量保持营养均衡，不要让孩子体重过重。
这样在出生的时候和出生之后都是一大难题。而想要孩子的智力有所改变，除了先天之外，后天的因素也是可以改变的。比如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，有好的教育，在饮食上注意合理搭配等等。通过这些方式是有机会挽回孩子的智力问题，虽然先天遗传占绝大部分，但是后天的培养也是必不可少的。